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本以为直奔艺术家而去的赵丽颖，还是沦陷利益泥潭，还直播带货。说起赵丽颖这位女星，她的身上有很多标签：乡镇的、非专业演员出身，懵懂、可爱、知性、端庄大气、能吃苦的演员。很用功的艺人，但在粉丝的眼中，她就是他们眼里的颖宝宝。从艺这么多年来，赵丽颖从参加选秀开始，一路坎坷，从不放弃，跑龙套也好，配角也罢，只要有机会，赵丽颖都当作是自己必须经历的磨练。虽然非专业出身，但凭借着爱好演戏，很快进入了演员的角色，因此在观众眼里，她很好把握了一些角色。在观众眼里，他慢慢走向成功，因此他的身边粉丝由少到多。到如今，赵丽颖的萤火虫应该不少，喜欢她的男女粉丝也遍及大江南北。对于赵丽颖这样一位女孩子来说，她甚至可以说全面超越了同样是草根出身的王宝强。不过在笔者眼里，就凭演员这个职业来说，赵丽颖却输在了演技上，成功在了商业上。现在看来，当时笔者的那些分析与预测，现如今都一一兑现了。尤其是赵丽颖在演戏与商业合作上，均被笔者猜中。而当时最为担忧的就是赵丽颖没有高人指点。应该是前天，赵丽颖的直播情况就被很多粉丝转载到了互联网上，应该是跟她合作的一个化妆品品牌。但对于这个品牌方以及产品，笔者还真的没有听说过。名字也不咋好记住，不知道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品牌，但从直播的现场画面来看，个人觉得高档不了哪里去。从现场直播的视频来看，赵丽颖的状态真的让人堪忧，这里面可能是目前正在拍戏，也可能是其他事情让她似乎没有休息好。很明显，直播过程中，赵丽颖的妆容也好，说话和跟随主播互动也罢，笑得都非常勉强。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，而且还是进入某二线互联网平台进行直播，赵丽颖的判断可见一斑。这可能也是她赵丽颖全面落伍的开始。虽然她还在拍戏，还有新剧在不断上演。曾经机灵乖巧的赵丽颖，现如今也是孩子他妈了。对于现在的状况，可能也不是赵丽颖所想要的，但这就是现实。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难道说赵丽颖在商业代言以及活动方面没有自主权？她的一些事情完全被资本方控制了？可目前她的事情都是自己打理的啊，还成立了公司。也就是说，虽然公司是她的，但她也得听公司的安排。抛开这件事情来说，公司的安排，赵丽颖难道就没有否决的权利吗？对于这样的品牌，这样的活动，对于目前已经成为国内85后小花的赵丽颖来说，最重要的是过硬的作品、角色的成功塑造、主流奖项的获得，成就自己的艺术之路，成就自己艺术家的美名。虽说这里面还有点沽名钓誉，但这可是每位演员的梦想，而不是一头掉进代言带货的泥潭，被金钱和利益牵着走。个人觉得这次的活动完全就是自降身价，而且非常败笔。当然，这里面可能是那个网站也在撮合，然后品牌方也想着透过直播来带动品牌形象与销售，而赵丽颖以及背后团队也可以拿到高额出场费，就这样一拍即合。但从现场的表现来看，赵丽颖完全是被动的，根本提不起兴趣，而且一直在应付，还显得精神状态非常不好，好像很疲惫。而最新的关于赵丽颖个人的事情，就是她的生日仪式，她发布了相关庆祝的照片。毕竟36岁了，尤其是有了儿子后，赵丽颖的状态根本没法与之前的小影子相比。所以在这里，笔者呼吁女性朋友们，生孩子要趁早，真的不要搞到30几岁去生，对身体非常不好。不是说不能生，大家看看赵丽颖，又不注意休息，像她这样的高龄孕妇，一般医生都会建议休息1年以上。可有着拼命三郎之称的赵丽颖，生完儿子后没几个月就出来演戏了。真不知道是艺术的魅力吸引了赵丽颖，
还是金钱的诱惑让赵丽颖必须承接那部电视剧？当然，噱头确实很足。可是，在这部电视剧里面，我们看完以后，直觉就是这是一部典型的工业化电视剧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整部剧制作非常快，几乎没有什么需要锤炼的地方，也看不出什么问题，可就是觉得非常普通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为什么笔者这么建议呢？因为3点：一是感情的角度，毕竟从开始到儿子出生，他们之间的问题都是家长里短的事情，不涉及什么重大利益关系，也就是跟钱没啥关系。作为一直在外打拼的赵丽颖来说，她习惯了目前的生活，而作为富家公子哥的冯绍峰来说，他要的东西跟他自己的有点差距，而且个人感觉冯绍峰也不是那么不通情达理的人。曾经看过他与阿雅合作过的一档综艺节目，这里面当然有作秀的成分，也有很多假心假意的内容，但笔者主要是听冯绍峰说话，他的语气、语调、节奏和肢体动作的配合，从这里面潜意识的发挥来看，笔者觉得冯绍峰至少不坏，虽然情史很多，几乎没有说他坏的人。二是从他儿子的成长环境与有利原则来说，一个完整的家庭当然还是比单亲家庭来的幸福，尤其是如此小的年纪就经历了父母长时间不能一起陪伴的时光，这对他以后的成长也是不利的。在我们这个社会上，总会有人跟小孩子提及，你妈妈呢？你爸爸呢？为什么你爸爸妈妈没有一起来？所以有的时候，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默默陪伴他成长，真的比起物质上的需要来得重要，尤其是父母的言传身教。三是对于赵丽颖的事业来说，冯绍峰理所当然还是可以给赵丽颖一些扶持与帮助的。首先，冯绍峰出道比较早，他可是专业演员出身，那一帮子老师、同学和校友，现在活跃在影视圈的大有人在。其次是家庭关系复杂，具有优势，因为在上海影视圈里，冯绍峰他们那帮子人还是比较相互关照的。最后就是冯绍峰他们家还是有点实力的，不管怎么说，儿子在手，万事都有。最后冯家的事情，最后还不是赵丽颖的儿子说了算，这几千年来一直没变呀，他赵丽颖咋就想不通呢？这里面啊，可能就是赵丽颖骨子里的志气与骨气，也有那么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。从这丫头参加各种综艺节目以及现场活动表现来看，虽说有点装台面，但气质拿捏的还是可以的。但毕竟小时候熏陶的不够，再加上平日里不知道她会不会学习读书，因此赵丽颖的表现就是尽可能少说话，就算是说也就说点俏皮话，或者就是网络上粉丝们给她取的一个小名赵小刀，那话可是刀刀伤人啊。现如今早就成名成晚的赵丽颖，褪去了青春的光环，也进入了大妈的级别，有些事情还真的需要想清楚搞明白。在这点上，有一位同样是演员的女性，就比赵丽颖强那么一点点，就是罗晋的媳妇唐嫣。她科班出身，家里是上海的，刚出道的时候也参加了选秀，后混迹港台娱乐圈，走了不少弯路。回归内地影视圈后，一部电视剧就让她红了，从此星途坦荡。后来遇到了罗晋，两人结为夫妻。现在唐嫣一心在家照顾小孩，陪伴其成长。不是说女性就一定要回归家庭，而是每个阶段要有一个调整与适应。而且笔者历来反对女性完全回归家庭，提倡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和空间。这里面其实一点不矛盾，尤其是对于已经有了成绩和关系网的唐嫣和赵丽颖来说，她们和他们的男人都需要调整和适应，相互理解和支持。难道说唐嫣有戏要拍，罗晋没事做的时候就不能在家带孩子？这没道理啊，孩子同样也是你男人的，怎么就不能带呢？再者，从现实的考虑来看，赵丽颖这些年也拍了不少影视作品，从两人的获奖情况来看，赵丽颖能够拿得出手的就是金鹰节的奖项，提名白玉兰，其他的都是商业方面的。而唐嫣能够拿得出手是华鼎奖、国剧盛典、大学生电视节，商业的也是一大堆。
当然，两人同样还是金鹰电视艺术节的金鹰女神，不过唐嫣在先，赵丽颖在后罢了。而他们的老公很明显属于不同类型，从演技上看，冯绍峰和罗晋不分上下；从获奖情况来看，赵丽颖真的是捡到了宝。冯绍峰虽然花边新闻不少，可也阻挡不了他拿奖的速度。这些年，冯绍峰在电影上获奖不少，但从为人来看，罗晋那就优势明显。一是他低调，二是很少有绯闻，三是很少参加综艺节目，几乎不露面，历来用作品说话。笔者查了一下，罗晋还是国家2级演员，这应该是体制内的名分，相信这样的状态还是有要求的成分在里面。罗晋估计未来是要冲艺术家名分的。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，唐嫣和冯绍峰都进了福布斯中国名人榜，冯绍峰还进了2次，这就说明这个榜中人物不仅仅是名气，知道他的朋友们应该清楚，更重要可能是才气。听说唐嫣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后，在理财和当老板上非常有一套，而且还井井有条。而赵丽颖也是相当出色，在她自己成立公司后，更是加入了风投行列，成为了暴风科技的股东，还担任副总裁位子。可见在商业上，古灵精怪的赵丽颖一点也不输给唐嫣。作为影视圈里的一份子，对于赵丽颖的现状，她的团队长也好，个人也罢，应该是不断在思考。最重要的问题是未来赵丽颖的定位问题和发展问题，最核心的应该是如何做到艺术与商业价值的同时实现。毕竟在如今社会，单独考虑一方面可能非常辛苦，不过为了成就艺术，影视圈里很多人也确实放弃了商业活动以及个人的商业价值。这不是他们有多高尚，而是性格使然，也是为人处事的原则。在艺术家们的眼里，艺术大于天，至于商业价值背后的金钱，能够生活无忧就好，不求奢华。他们喜欢宁静的生活，也喜欢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不至于到处跑，这样就没时间给自己充电，没时间给自己体验生活。他们认为这对他们的艺术之路是最大的冲击，或者说也是一种摧毁。而如今，赵丽颖从做了妈妈以后，一直就在拍戏的路上，一直都在为了商业活动不得不出镜。虽说有几部戏在手，而且现在还在拍着新戏，但就是出不了彩，也不能让赵丽颖这3个字登上中国影视剧的顶峰，总有差人一步的感觉，让人觉得炒现饭。就拿《幸福到万家》来说，这部戏如果早1-2年出来，又或者说晚1-2年出来，都能够踩到点子上，但就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。听说《野蛮生长》要去央视电视剧频道播放，这里面当然有制片方的考虑，在如今的播放机制下，还真需要勇气，因为上了这个频道，其他的地方频道可能就没有机会了，只能是奔着艺术而去，至于商业价值，只能播完了再看效果。而除了规矩中的电视媒体，赵丽颖的作品还强力进军互联网平台，之前的鹅厂合作让她获利不少，如今又去爱奇艺剧场，网络剧将来是不是也是赵丽颖的工作方向呢？而这部网络剧《谁是凶手》会不会给赵丽颖带来什么呢？而对于现在的市场行情来看，网络剧确实发展很快，市场反应也确实非常好，但在艺术的道路上，只要你进了网络平台，基本上都不会给你什么奖项。当然商业类型的奖项估计不少，但没有任何价值，至少在目前传统评判中。这不是说网络剧就没有艺术价值，也不是说网络剧没有演技在线。记得潘粤明前几年拍了一个网络剧，演技和剧情还不错，反响很大，而事后呢，结果就是你只能拿到你要的商业价值，说白了就是钱，至于其他的，你想都别想。一个人要强没有错，看要强的点在什么地方，从艺也好，当演员也罢，这个技能技巧不怎么提高，被市场淘汰也是迟早的事情。可能是长期处于危机意识下，赵丽颖的生存感和危机感还是非常强的，一方面担心没戏可拍，一方面又担心没钱可赚，毕竟一帮人跟着自己吃饭，一方面还想争取一下当演员的名分，
也就是艺术家的头衔。如果成真，那么这对于赵丽颖这样出身的人来说，当然是整个社会的楷模、榜样与标杆。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说，对于现代中国女性来说，停下脚步，并不见得就落后别人。在人生的马拉松上，厚积薄发反而来得踏实。沉淀后的赵丽颖可能会让大家眼睛一亮，让观众或者喜欢你的粉丝痴心不改。